但是你要懂的话，我就会加分。龙二坐在那里，他永远坐在副驾驶。龙二是永远坐在副驾驶，就是无论多少个演员，他要坐副驾驶，就那种。对，我没记错的话，好像都是。不是胖，一是他觉得，他知道其实副驾驶是亲密的表现，啊，就是你们要知道一点，坐在副驾驶其实是表示亲密，然后表示礼貌，对。小白杨，你长得也不漂亮啊，所以呢，你想说什么？小白。把这个人拉黑吧，没所谓啊。我看他要说什么，我看他前面说什么。你好，老板，在深圳能介绍一个好的给我吗？这是好的给你干嘛呀？我也不能成全一个坑一个吧？啊，给你介绍。那我得多恨这个人呢！之前你怕的视频怎么删了？我怕的视频，我怕的什么视频？我拍的视频怎么删了？没删，隐藏了。上中方，剧里的网红真的有那么多大哥吗？剧里的网红真的有那么多大哥吗？这我怎么解释呢？就是网红有没有大哥这个事情啊，纯粹是因为网红，就是他想不想有大哥啊？你们能懂不？就这个点你们能不能懂？就是一个网红如果有大哥的话，那代表着他需要大哥。但是有很多网红他没有大哥，代表着说他不需要大哥。就一个人他的就是他自己想要什么，他就会来什么。你就像你们，如果说有一天你们想要就是说自己成绩好的话，那你们就会为此努力，你们的成绩就会上得去。你们想接触一个人，那你就对他好，那你自然而然的你就能靠近他。同样的，就是一个网红啊，一个主播，他如果生命当中他需要大哥，他就会对每一个人就会比较的热情，对，他会比较热情。一个人一旦就是说比较热情的时候，那他就能去接触一个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现在没有大哥，为什么没有大哥呢？因为我对谁都不热情啊，因为我在我的生活里边，我可能不需要，或者说就是自己的个性就没有特别怎么说呢？
不说了，就就是我的，就是我没那么需要，对，就是你没有那么需要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不会有大哥，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要是想谈恋爱的时候，你会打开自己的一个状态，然后让别人看到你其实是准备好谈恋爱的一个状态，对吧？对，想需要就更好，不需要也不差。想需要就更好，不需要，没需要也不差。没，想需要就更好，没需要也不差。就我大概能明白你的意思，嗯，这样好。龙二那么富裕是有投资方吗？龙二那么富裕，他都富裕很多年了呀，就是就是你们会，就是你们会觉得说我们的生活应该很差吗？就是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百里屠夫那个就是买房子怎么样，那我们应该很差吗？是片子投资方吗？片子投资方也不是投龙二的呀，是投我的呀，跟龙二有什么关系啊？我们都快40岁了，就是，也不是我们，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都已经快40多岁了，生活条件应该很差吗？这我不太明白。就在你们眼里，40多岁还不能买车买房吗？我不太懂。就是在你们心里，就40多岁应该是什么状态？我觉得我们就算活得很平庸了呀，就是40多岁，我现在30多岁，啊，是片子投资吗？不是，不是，我们片子只有一个投资。30岁，深圳有房没车，就你在一线城市，我觉得就这些东西你要有的呀，你没有，你身边的人都在有，所以你会着急啊，对吧？然后就网上传说，不是网上传，就是身边人也会在传，比如说那个百里屠夫那个哪儿来这么多钱啊，怎么样？我说我这个岁数有点钱不正常吗？对不对？就是有点钱不正常吗？就是我都30多岁了，我有点钱我不正常吗？对不对？11月份在成都讲，我们应该是那个团建去了，带着员工去团建去了，是不是？所以就是就是你知道我身边就是会有一些朋友条件比较好，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条件比较好，然后他们就传说是那个我们4个是4口之家，我说我身边的朋友都喜欢老头儿，就是我说我可不能跟他们4口之家，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有钱的朋友也正常吧，我觉得，呃，主要看你直播长了就觉得你闲，嗯、最近是有一点点懈怠了，最近因为呃自己的那个就是我最近有一点点懈怠，是因为什么？就是你们过年的时候你们都在休息，我没休息，所以我最近我就想休息休息啊，成都好嘛，
成都好吗？成都什么好不好的，我不太懂。有对手戏吗？有。钱哪来的钱？钱哪来的钱？钱哪来的钱？这个我怎么解释呢？大老板都很闲，赚钱还多。大老板其实都不闲，就是像我呢，我是最近是比较闲，就是最近是因为自己过年的时候有点累，所以我就这一段时间我们其实就有一点点懈怠，就始终就会觉得说自己想休息休息。来上海见大虎，我见他干嘛呀？我们就是普通的朋友，这不叫闲吧，这叫休息。反正就是现在就是两家店嘛，一家赔钱，一家还行，所以就是我一般我也不去，就是有朋友的话我会去应酬一下，没朋友的话，店里的员工也能撑起来，而且就是现在店里我去干什么呀，对吧？因为酒吧这个行业吧，不像说其他的就是做酒吧的人都知道，就是酒吧这个东西吧，它不是说你每天都要去。为什么不用每天都要去呢？首先就是酒吧都是周末人多啊，周末人多。第二点呢，就是现在都是电脑收银，所以我们去干什么呀？就是之前可能是现金收钱，然后就会担心呐，就是那个员工拿钱跑了。现在都是电脑收钱，就都是我自己的账户，然后就收完了以后，对吧？都是那个公司统一账户，收完了就拉倒了。我一般都是周五周六，嗯。大批人冲着你去，之前会，现在不会了，现在不会了，大家都去我酒吧就能看见我，有什么？你有对象吗？你有男朋友吗？我有，我挺多的，我现在我看看，我现在有3个，一个正式的，2个候补，那俩呢就咱们就是给他一个机会，也没怎么着啊，太幸福了，我吹牛逼的，哪有仨呀？我这有仨那就多有钱呢，能养仨对象，就是吹牛逼的。一个处的都累，还仨呢。我现在我就是谈恋爱啊，谈恋爱谈1年了，就挺够的。那个樊路远，你不要在这块刷屏，你要再刷屏我就把你拉黑，没完没了了。我发现就是我现在我不敢，我就是你们在直播上啊，就问我一些问题我都不敢回，一回就跟疯了一样，一直在那块自言自语，乱胡说八道。那个叫樊路远的，你好像那个就是神经病一样，你是疯了吗？就回复你一下，你至于你就是都这样了，你跟疯子一样啊！谨言慎行，好吗？然后再胡说八道，我就把你拉黑，啊！
有时有赏呢。你情商、智商你要在线。成都小男孩没睡，今天没睡，没那么困。就有些人我真不敢回复，一回复就是那个分寸感呐，就是一点都没有，就是在那块就疯了，就疯了一样，就完全疯了。这衣服好好看，自己去截图啊，自己去截图，然后自己那个搜找同款。心似黄河水茫茫，穿那么少不冷。我在深圳，深圳它是什么地儿啊？深圳在中国的一个偏南的一个地区，啊，深圳就是跟你那个城市温度不太一样，啊，咱们国家就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哎，真的白，我天肉完全不出去。30岁的人，40岁的脸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没问题啊，很多人都这样。啥时候更？来看看这个字儿，每天都问这个问题。来看这个字儿，狼烟起，江山北望，像沈腾，都这么说。这咱也很难理解吗？回南天，现在屋里就潮啊，就是潮啊，这屋里。再加上我们不是我这个房子它不是坐北朝南的那种，它不通风，所以这屋里就有一股霉子味儿，霉味儿。过两天好是啊，过两天就好。梅雨季节不是更潮？梅雨季节不潮，就回南天潮。昨天看你直播，至少比现在小5岁，所以呢，那你回昨天去看去。就有些人你聊天，我不知道是为何，你想表达甚？你的聊天就是在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啊？不知道，情商低，让人无法下咽啊。生活里，我觉得就是情商低的人，生活里边一定是没朋友的，啊，一定是没朋友的。没朋友的，你这有朋友，因为你的聊天，人家也会就是戛然而止。所以说，
我每次跟他聊天我都聊不下去，就会有这种，我不知道就是身边的人有没有给你们这种反馈，就是我生活当中我要是，就是你们看我的那个签名里边，我就是厌蠢，就生活当中我发现一个人就是聊天差劲，我就会远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跟人交朋友，首先你得聊得来，你要是蠢或者说不会聊天儿，不好意思，你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人，他经常会跟我，就是他就拿我当个树洞一样，他每次都跟我聊他的一些事儿，然后我就劝他，劝完他以后他就，哦，然后紧接着呢，他又会跟别人去聊，别人也劝他，他也是哦。后来我才发现他是见到一个人，他就会把这个事情，无论别人给他解没解决，对他都是要聊的。后来我发现他有点有一点点需要关爱那种感觉，他其实不是真的不知道这个事儿是怎么解决，他就很需要别人去在意他，或者说去了解他，去怎么样。后来我就说，好，就不想跟他不想跟他玩儿，就很无聊，就这个人他没有什么核心，他交朋友没有趣，无趣，就是没有内容，这个人对，就是我交朋友，我永远是喜欢那种什么，就是比如说我说个梗，他很快他就知道，比如说我说一个事情，他理解的东西，跟别人不太一样，而且跟我恰好就是想到那个词，它是能对得上的。对，就很多人就是别人怎么理解，他也怎么理解。对，就是这种人就是没有坏的吧，但我会觉得就是说交朋友无趣嘛。对，我真的希望有朋友他是一个平等交流的一种状态，就是不是那种，哎呀，聊不了，有的人他聊不了。喜欢主持人，主持人是可以的，主持人确实，嗯，我是真厌蠢，就是我一直在就是一直在传达一个思想，就是我特别怕我的，就是我特别怕别人说什么，我希望我找对象是个憨厚的，我真心觉得憨厚就是傻，就憨厚，他怎么可能憨厚呢？现今社会，如果说一个人他憨厚，他一定是傻。你们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么回事？现今的社会是什么社会？就是比如说，通过一件事情，通过一件事情，那我看到了一些东西，那我不说了，或者说，我吃过这个亏，那好，那我就巧妙的去化解了，绝对不是那种，就那种，就是就是这就是你知道，就是我现在还会看到那种，嘿嘿，就那种不好意思，我觉得，哎呀，就是我不会觉得那是憨厚，我会觉得就是，对，那都是假象，现在还有憨厚的，我就龙二不是憨厚型吗？龙二是憨厚型，龙二不是憨厚型，龙二是一个什么类型呢？他是一个极其敏感，就跟你们这种
嘿嘿，就是这种，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你们知道龙二为什么不说话吗？因为他想的太多。龙二他绝对不是憨厚型，这是你们看到的东西啊。你们看到一个人他憨厚，那说明他真的傻，或者说他在装傻。你像那个叫大郭呢，他长得是憨厚，但我觉得大郭绝对是个人精。他就是我为什么觉得他是个人精呢？首先聊天儿啊，聊天反应能力啊，交流的那种顺畅程度，就是很，这你会觉得他有见识，然后他有体会，然后他有自己的思想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反应能力比较快，对。然后我跟他交流过几次吧，我会觉得哦，他会有自己的边界感呐、然后会有自己的生活呀，他会有自己的小的舒适圈啊，他都会，就是你明显跟他交流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得到啊。所以这种人，我觉得交朋友啊、谈恋爱啊，我觉得都挺好。但你要说那种就是那种憨厚的，那种憨厚的我真不行。我为什么厌蠢呢？因为我很怕情商低，嗯，很怕情商低的人，交流不了。你比如说那个，我特别能体会那个四大爷为什么不喜欢齐飞，在你们眼里那是憨厚，在我眼里那是蠢，对，他是蠢呐、他在你们眼里可爱吗？他是可爱吗？他可爱吗？齐飞他可爱吗？呃，我不觉得可爱。我会觉得谈恋爱这个过程啊，其实是在一个互相影响和学习的过程。如果说你的对象傻的话，你也会被弄得傻了。但如果说你对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的话，你跟他在一起那个阶段啊，你会吸收到很多东西啊，比如说你的对象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就比如说我吧，我曾经我那个不是对象，我那个是一个呃在接触的人，那个时候他在追我，然后他是一个酒吧老板，他是一个酒吧老板，然后我就看他每天就是应付各种各样的大人物嘛，然后那个时候都不喜欢他，那个时候我就是他在追我，但我不喜欢他。后来就是因为我会非常欣赏他在这种场合里边，包括就是自己的社交能力啊，就我会非常的就是敬佩、羡慕、崇拜啊，就是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能力。久而久之，我就慢慢去喜欢上他了，但是我没跟他说。后来虽然说我俩就没在一起嘛，但不知不觉我做酒吧了。你说这个影响是很深大的，很深远的，对。所以就是我能做酒吧，然后包括我的酒吧是这个风格，真的是因为他，因为他当时的酒吧就是这个风格，对。最讨厌满嘴场面话的 social，最讨厌。那你喜欢什么呀？那个叫树苗的，你喜欢什么呀？最讨厌满嘴场面话的 social，那你喜欢什么呀？
不喜欢接触满身负能量，他喜欢傻萌甜，就你不喜欢什么那个不是满嘴场面话 social， 那你喜欢什么呀？喜欢我，你喜欢的东西太高了，对你喜欢的东西太高了。就我说实在，我挺喜欢的，我挺喜欢的那个就是所谓的满嘴场面话的 social，对我挺喜欢的，因为我吃过亏，而且就是我现在其实场面话其实我做的也不够好，我只能说我的反应能力比较快一些，但是有些有些所谓的就是官场的一些东西我还是不懂，然后我就很想懂，对，就比如说就是前一段时间我托别人办事儿，然后有一个朋友说，你这样，你准备2箱水，然后1条烟，我给别人送过去。然后我就问我说，什么水啊？我说什么牌子水啊？我说那个您说什么牌子水？然后我去买。然后他就很生气，你知道吧？他说，哎呀，小范儿，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跟你聊了。我说啊，我是真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水，真是，对，他说是酒嘛，而且是茅台嘛，那我哪懂啊？就是因为我从来没办过，就是没托人办过事儿，然后就是他说，就是买2箱水，那谁知道啊，对吧？后来我就包括你知道现在我就是有的时候刷视频也是，刷视频也是，就是我就看那个官场的那些视频呢，就是行话太多了吧也，就是但是我就觉得很有用，然后但是我又没有人教我，所以就是我其实还蛮想学的，就这些东西，对，需要有一个就是经常就是在这个圈子里办事的人，不懂啊，我真不懂。比如说领导说的一些行话，我都不懂，我都不懂。他们绕来绕去，最关键的是装不晓得，我懒得理。那叫树苗的，你别在我直播间里装了啊！我也不知道你哪来这么大火，还你懒得理，你是谁呀、这你能说这个话，就说明你脑子有问题。这个不是说情商的问题了，是你脑子有问题你懒得理，你是谁呀、你这真的是脑子有问题就是无脑，属于就是脑残，就是他，这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能说出这种话？对，无脑，这属于就是不知深浅，然后不知天高地厚，会说出这种话，还我懒得理，你是谁呀、在这个社会上，你懒得理，只能说社会比你想象的大多了。你最讨厌的是什么？满嘴场面话的 social 啊！
你要知道等你40岁、30、40岁的时候，包括你真的有一些想进阶的一个就是阶段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的薄弱的点，或者说你不足的点。说的是街道办懒得理，街道办你也得罪不起啊。我们做生意的街道办你要搞好关系的，啊，街道办你能得罪得起吗？起码就是我们做生意啊，我们街道办的我们必须得搞好关系，啊，而且街道办的权力也挺大的，它不是你们想象那么简单。街道办，你们居民啊，去街道办不是那种事，我们做生意的街道办挺重要的呀。你做生意的你能得罪别人吗？对吧？新年好。拖到困我就去睡觉去，不困。特别羡慕社牛的人。社牛我倒不羡慕，我羡慕的是经历很多的那些人，那个树苗你再在这块胡说八道，我真的把你拉黑了，我就觉得脑残，你有点脑残，你要是胡说八道的话，我就把你拉黑了。我不希望我直播间里出现这种，就是我真的是厌蠢，就是你真的是在我心里你就是蠢，我有点厌蠢，就是你再表现自己的蠢的话，我真把你拉黑了，我真的厌蠢，我真的说实在，我就是厌蠢。你如果少说点话还行，你要总说这些秀智商的话，我就真的把你拉黑了。真的厌蠢，就我的签名上不写了吗？我真厌蠢，厌蠢就是那种特别厌恶那种蠢货，厌蠢，就是特别蠢的一些发言，就是我看不下去，芝麻还会拍3吗？不拍，这已经结束了。Monkey 啊，这狗怎么不趴我身边儿？直接把被子拽起来了吧？这死狗，就说呢。过来，来，你过来。
过来 ，Monkey。你也早。嗨夜。小茉莉的颜值好高啊，颜值好高。那个金主你的菜，金主是0，只有2级，是的。0你可以吗？0你可以吗？0更好，那才适合你。你今年多大了？我看一下你的资料，你今年多大？没有啊。你今年多大了？我看看你多大了。29不行，他不喜欢这么年轻的，他喜欢50岁左右的。车到手术旁，那你白扯。小白怎么搜到我的视频？去那个 B 站和油管去搜百里屠夫啊。金主还找金主呢？他不找金主，但是他本来他年纪也不小了啊，他今年有40多了，他今年有40多了，他找个50岁左右的，不行吗？对吧？百度不行，只能这2个平台。主题曲上传，对，在那个网易云可以搜到啊，搜我的歌啊，网易云搜百里屠夫，就里边全都是我的歌。网易云搜百里屠夫全是我的歌。是不是叫带我回家，带你回家？你就想带别人回家是吧？你一天脑子里头装的是我带你回家，你带我回家。驿站是什么软件？B站不是驿站，
那个他就是喜欢比自己年长一些的。他他，你们能理解不？一个人喜欢一个比自己年长的人，对吧？就是这很难理解吗？因为他40多了，他喜欢50多的，不正常吗？对吧？跟我回家，叫跟我回家，在 B 站搜啊。你像我30多岁，我也喜欢20多岁的呀，就是我觉得差十年的年龄差，我觉得还挺好的啊，就是10年的年龄差，我觉得还挺好的。如果太相近的话，会有碰撞。我觉得就是10年年龄差就会，哎呀，就让你捋顺了好多东西。有代沟，我觉得刚好，刚好。有代沟那也正常，因为你10年的年龄差，你就觉得说有代沟正常。你要是说那种就是相近的，然后有代沟的话，你会觉得不正常。我觉得等我50岁的时候，我找20岁的对象的话，我都想象不到那个是什么感觉啊！我觉得我应该一直都喜欢20多岁的吧。说话太前卫，不知道怎么回，那就不回呗，那就不适合呗。说话太前卫的就不适合呗。对，说话太前卫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嘟，真嘟假嘟，素的，是这种吗？太前卫了。就是我想告诉你们，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啊，就是如果你发现有一点点不太适合的，那就不要开始，就是因为你在一起以后，你会发现更多不适合。其实感情这个东西，你可以去将就，但是你要有条件去选择的话，你还是要选择的。这你将就多久是个头啊，对吧？谈多久才可以发生关系？我觉得你谈的时候就要发生关系。对，你谈的时候就要发生关系。为什么叫谈的时候就要发生关系？谈恋爱，你不谈恋爱，它其实就是一个谈的过程，它没有一个结果，能明白不？就是什么是谈恋爱呢？谈恋爱它就是谈恋爱，它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就是谈恋爱要有一个什么他们预备期呀、怎么样的？就是，那你预备期结束，他不是也在谈恋爱吗？
你能懂不？你们能懂不？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啊，那个初期谈恋爱的时候要怎么样？那你就越过这个初期，你还是在谈恋爱呀，对吧？就是谈恋爱这个事情，其实你一开始谈和你后边谈是一模一样的，它就是一个谈恋爱，你也不用去说所谓的就是说我珍惜呀、怎么样的，这谈恋爱就是在试验呐、就是在试探呐、然后谈，它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儿，干嘛就是搞得就好像说啊前期我要特别那个就是爱惜怎么样，它就是谈恋爱啊，就好比就是说你玩一个游戏，然后就是我有一个臭毛病是什么？我玩游戏我经常会一个账号我玩的不好了，或者说我抽卡抽的不好了，我会重新起一个账号。但其实那就是消耗自己啊，就是你为什么，就是其实你无论好与不好，你其实就是在玩游戏啊。它的宗旨就是在玩游戏，就是消磨时间。你为什么要在意好与不好呢？对吧？我不用睡觉吗？我没睡，我这没太睡，谈2天。主播好像外国人，为什么？就不用在意这些东西，谈恋爱就是放轻松一点吧。你就放轻松一点，你不睡懒觉，我我就不爱睡懒觉啊。先从朋友做起嘛，你想从哪儿起就从哪儿起。我要怎么跟你们说？就是恋爱这件事情，它其实就跟拉屎放屁是一样的啊。你们要怎么能懂这件事情？就是恋爱它不是一个特别圣洁、什么高尚的一个东西，它不是这么回事。谈恋爱它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点缀，你就把爱情放到至高无上，它也会落地的。谈恋爱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东西啊。你把谈恋爱放的位置太高的话，你最终你会失望的，能懂不？它其实就跟拉屎、吃饭、放屁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不用把它放的特别，哎，特别重要，没有那么回事儿。我给大家举简单的例子，为什么就是说不要把感情放的特别重要？因为感情这个东西啊，它养活不了你。首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的一生当中肯定会经历很多段感情的，当然丑的例外啊。就你只要正常长相的话，你应该都会有3段或者2段以上。而且就是你也不知道你谈这段感情会会陪伴你多长时间，你就尽情的去谈就好了，就不要就是说有所保留。有的人说我在恋爱的前期啊，我要不要跟他发生关系，然后要把这个爱情就是就是净化就是要那个就是就是要珍藏。他妈你不跟人发生关系，人家觉得你不行，人家就走了，这没有必要。你不用拿出节奏来，你就正常的去消耗它就行了。感情，所有的感情都是会消耗完的，对，所有的感情都会消耗完。在我的认知里边，你看我30多岁了，我谈过的恋爱可能是你们几辈子的核。我就一个感觉，我就觉得所有的感情它都不长久所有的感觉它都不长久，都是在消耗。就是哪怕就是你们不分手，它其实也是在消耗就是会消耗，它有一天会消耗尽的。感情就是这个东西，它不可能永远是一个状态，它不可能。对，你就哪怕你一辈子不分手你这段感情你持续了一辈子，
但是它也是逐渐在消耗，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就是说特别的，就是说珍惜它呀，怎么样？它其实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你上学的时候，你会有同学，你会有老师，然后你毕业了以后会有同事，就是每个人出现的，他们就是带着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使命出现了，然后陪伴你，仅此而已。感情也是这样，他不是说那个，那他先死了，那你咋说呀？对吧？他没，他就是一个阶段，什么白头到老啊，怎么样？能咋的呀？白头到老，白头到老听起来很美好，但是你真的白头到老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吗？是怎么的？但是我就觉得说，那你要是在事业上你要是有所成就的话，你成为别人的骄傲榜样，我这个是了不起的，对吧？那你谈恋爱谈个那个白头到老，是没有人白头到老吗？不是吧？就你要知道你对这个社会的一个价值啊，包括你在整个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角色是什么？你不能只是谈恋爱，谈恋爱真的是人生的一个小部分吧？啊，你把恋爱看得这么重要，你就是完犊子，完犊子，你这是，你恋爱谈得好有屁用？只听过没见过，我觉得这个也有，但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太在意这些东西。我身边，我还是给大家说那个，我身边就是谈恋爱谈得久的，就是一段感情持续的久的，他们都是在开放。就我身边有一些就是谈恋爱谈得久的，谈了将近4、5年的时候，3、4年的时候，俩人就开放式关系了，开放式关系了。然后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那你开放式关系，你为什么不选择分手呢？他说因为舍不得，所以在外人看来，他们的感情特别好，在一起6、7年多少年怎么样？但是其实，但你开放式关系，那你在一起还有这个意义吗？那他们就觉得有，真的。能问一下你爱过小发财吗？小发财，小发财，你年龄多大呀？你是60了吗？你管人叫小发财？结果都是回归一个人。圈子里不都是这样吗？不都是这样啊？你像我就始终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你让我开放式关系，那我就不会以情侣相称。比如说啊，因为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比如说有一天我会想着说体验一下3个人，但我觉得我体验3个人这件事情，它一定不是基于谈恋爱的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我想尝试3个人的那种状态的话，那我就不会说它是恋爱，就没听过3个人的恋爱。它就是一种关系，我不能说它是恋爱关系，能懂不？啊，就是那是你没遇到真喜欢的，真喜欢的，真喜欢是什么意思啊？就那个叫飞的，你是觉得说你因为真喜欢一个人，然后你就去包容他，或者说就是陪伴他，是吗？你是这个观点是吗？那个叫飞的。
那我只能说，那你不爱自己啊，那个叫飞的，就是你这么表达的这种感情观啊，我只能说你是不爱自己啊，你可能把感情位置放得太高了。就像我而言，就是我是喜欢一个人，但我喜欢他绝对不会超过我喜欢我自己，这是我觉得我去做，就是我清醒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爱别人不会超过爱自己。如果说你爱一个人爱的超过了自己，那只能说你没正事儿。你要有正事儿的话，你就不会就是这么疯狂的去把自己的爱去交给其他人，能懂不？你可能会觉得说你的爱情惊天动地，感动自己了，但其实你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不爱自己的表现啊。就比如说他在开放式关系，或者你在开放式关系，那我会觉得说，那你其实你就是不爱惜自己呀，对吧？你爱惜自己的话，你怎么可能就是说，委曲求全呢？非你会觉得说你在这种关系里，你是委曲求全吗？还是什么？还是你也享受，就是开放式关系呢？非你觉得你是委曲求全，还是你也享受这种关系？你是无可奈何，还是你觉得就这样，你心里也接受这种关系？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诉求嘛。无可奈何，那无可奈何，我就觉得说，那你就不要，我就觉得你不爱自己嘛，对吧？就是就我觉得一个人永远是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你要把别人放在第一位的话，特别是爱情的话，我觉得有点掉价吧，有点掉价。你也是开放式关系没问题啊，我没说有问题，我是说我的观念里边，我就会觉得开放式关系，那我就不会跟他在一起，不是，我就不会跟他绑定为就是说恋爱的关系。我开放式关系，我说白了就是咱俩分开了，就是咱俩不是情侣的关系了，然后再见到你，咱俩该干嘛干嘛，能懂不？就是我想倡导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是跟别人开放式关系，我就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怕自己没人要，然后有一个保险，你好像买一个保险在这边，就是旱涝保收对你好像就是觉得说这是一种旱涝保收。但是我的观念呢，就是说，如果说我跟他是开放式关系，我也有自信我能找到另外一个人，而且我要跟别人去产生恋爱关系的时候，我不能以一个有恋爱的一个状态去跟别人接触。所以我觉得解除恋爱关系其实是最好的。为什么呢？我想跟你发生关系，好，我跟你发生关系，因为我是单身，咱俩还有情感，好，我跟你发生，但我是单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不跟你发生关系，我跟新人发生关系，好，我也可以跟他发生关系，我甚至可以跟他产生爱情，因为我是单身。但是你绑定着那种开放式关系，你有恋爱，完了你跟你对象，就是你跟你开放式的对象发生关系，那还非得绑着个恋爱关系。你要是碰到喜欢的人，你跟别人发生关系，那你又绑着说道德的一个，就是这个一个枷锁。你要是跟别人发生关系，那对人家没谈过恋爱的那个人会不公平。所以就是你干脆你就解除关系，你自由之身，你跟谁发生关系都可以这是你不要给自己枷锁。我说白了就是有一些不去解除关系的人，就是怕自己没人要他们就会觉得说我没那么大自信了，我跟他分开以后会怎么样就是那我就觉得你一是不爱自己，第二你是不自信嘛，对吧？你就是你自信的话，你会勇于就是说
去就是干净一些，就是干净一些关系，就是不是干净一些关系，那个叫什么？梳理一些关系，就是捋清一些关系啊。那些就是开放式关系的，我说的，你们认不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爱上了自己的家人怎么办？你爱上了你家的谁呀？爱上了你家谁呀？姐夫啊，爱上了姐夫。那你想怎么办呢？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个小姨子，这个小姨子，你想怎么办呢？其实你心里的想法是什么呀？就你说说你心里的想法。我知道自己不能，啊，就你的问题是什么呀？无果之行，无果之行，你的问题是什么呀？约人了，我告诉你，就是武先生啊，武先生，我跟你说啊，呃，就是在我的心里，你解除关系其实是对的，还是那句话，你要去，你你想跟他发生关系，你可以就是解除关系之后，依然发生关系，因为反正他都是开放式关系，那你干脆把我当成一个陌生人，我想跟你发生就发生，我不想跟你发生就不发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你接触了一个你喜欢的人，你又是单身的一个状况，你说不定你可以迅速的逃出这种状态。开放式关系每个方式不同，没有对错，只有彼此接受。我知道，我知道没有对错，也没说你的对错。我想给大家梳理一下那个，就是你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那个红熊叔叔，我没有说他是对错，但如果说你是一种就是委曲求全的一个状态，我不建议你这么选择，能明白不？我说的是那种状态，你喜欢什么状态那是你自己选择，但是有一些人他其实就是非常就是因为喜欢一个人，所以他就觉得说啊，我离不开他，我被迫的去接受这种关系，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凡事你要问清楚你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能明白不？哎，没有说你的对错，我管不着你啊。首先第一点，我管不着你啊。第二点呢，我说的观点啊是适合那种就是迷茫，或者说那种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我给你梳理一下啊，先爱自己，爱再爱别人。对，那个爱上姐夫的，爱上姐夫的走了。无奈到抿嘴，我没有抿嘴的习惯吧？爱上姐夫的，爱上姐夫的，你刚才问的问题，你的诉求是什么？就你问我这个问题，你想
得到什么答案。很爱你对象，你很爱你对象，你就想一个问题，就是你爱你对象，你会亲他的嘴吗？那个武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爱你对象，你会亲他的嘴吗？你会跟他亲嘴吗？会舌吻吗？武先生，你俩会舌吻吗？你很爱他，你会跟他舌吻吗？会的，啊，你很爱他，你会跟他亲嘴，甚至舌吻。那我想问一下，你跟他舌吻的时候，他跟别人出轨了，你跟他舌吻的时候，你仔细想一想，他这个舌头可能跟别人舌吻过，舔别人的身体的某个部分，甚至是生殖器官，还有可能是排泄的器官，他甚至会有一些特殊的癖好，他没跟你说过，他可能会玩的比较大，脚啊、尿啊、菊花呀，就是你会介意吗？就是我没有恶意，你会介意吗？就是你你不会介意吗？我会介意。就我再喜欢一个人，我要想到对呀、我再喜欢一个人，如果说我的对象出轨了，我就会恶心，我就会恶心，就是我再喜欢我都会恶心，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外边就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他可能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一个状态，他比如说他是一次性的关系的话，他可能会放飞自己，他不会就是想着长期发展，因为人就是你知道那一次性关系里边的人啊，他此生可能只见一面，他完全的放开了，你反正也不会再见到了，他完全玩一些就是极端的东西，因为他不会再遇到了。那你为什么他跟你不玩这些东西？因为你俩是对象关系，他还是会维系自己的形象，但是在一个陌生的场合，然后又是一次性的关系，暗黑的一个场景，他能做什么你知道吗？对吧？反正我会介意，就是我对出轨这个事情，我就是会介意，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会跟他舌吻，我会跟他有特别多亲密的接触，我无法想象，就是我无法想象，就是说我亲他的嘴，他在嘴里吃什么，所以我再爱他，我也会爱自己。刷个牙也不行吗？不行，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喜欢小孩子的原因。就是我谈恋爱，我一般都会找那种小孩子，然后比较内向，然后比较就是不混圈子的人。就是我谈恋爱，就是你们会发现，就是说，不是你们会发现，就是我所有谈恋爱的人都是满足这三点：一是就是不混圈子，二是比较内向，三是就是说年纪比较小。就是我的心里我会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小的这种小洁癖，
就是我就是会喜欢比较那种不太出轨的人，就我就是几率比较小的人，我只能这么说啊。但孩子会长大会变，是啊，孩子会长大会变。从我这儿，就是从我跟他分开之后，他长大变怎么样无所谓啊。这，反正我是吃了第一口桃儿，哎，我把那个西瓜的那个最中西间的那个甜的我都啃完了，我就，哎，你们愿意吃啥吃啥，对不对？我就赶上熟的时候，赶紧把中间一掏，对，还得是我，对吧？就我确实是有这个心理啊，我确实是有这个心理啊。吃嫩草是有一点，就是我是有一点点，就是直男叫处女情节，嗯、我我也会有这个就是小孩情节，嗯，因为没啥事儿，以后的路你就不要管了。我不太喜熊，我不太喜熊，就是你要说熊，我我为什么不喜熊？我给大家说几点，我为什么不喜熊？我不喜熊的缘故就是身材，就是喜熊的那个身材，我有点儿，你知道，就是在感情里边啊，在感情里边你就是作为一个一来讲的话，会很喜欢，就是说，抱抱它呀，背背它呀，就是或者说举起来它呀。一个熊你怎么举起来？这熊，关键熊某些姿势的情况下能压死你，对吧？就是它不好操作，知道吧？就是，对，是你们不太懂，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一般喜熊的呀，他可能不是个一，所以你们不在意就是体重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喜欢熊都觉得说熊给你很强的那种安全感，能保护你，但是作为一个一来讲的话，就不需要它保护，相反的是，就是那个状态其实很难，就很难去突破。分开了，收顾炮又变成这样，你真的很爱他，你真的很爱他，你真的很爱他。可是我真的很爱他，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啊，这需要时间。就是你那个武先生，你今年多大了？武先生，你今年多大了？武先生，你今年多大了？30多了。30多，我觉得你应该看清楚一件事情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就想问一下武先生，30多了，你会跟你的同事，就比如说离职的同事，你都会有保持联系吗？这离职的同事，或者说呃中学同学、高中同学，你都会联系吗？你都会保持联系吗？很少是吧？因为他们淡出了你的生活。为什么淡出你的生活？因为你的人生在往前走啊，他们没陪你走到最后啊。同样的，就是感情这个事儿吧，因为我也经历过那个执着的年龄，不是年龄是阶段。我曾经
也是非常执着在某一个感情里边。但是我经历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所有的感情，无论你放下还是放不下，它都都得，就是它就停在那儿了，你带不走它。难受肯定会难受啊，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啊、就是我去年我爸爸过世了，我父亲过世了，去年很难受啊，但是又能怎样啊？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呢。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姐就说那个，吃年夜饭的时候，因为今年年夜饭我们在外边吃的，我姐就说摆一副碗筷，就是第一次给我爸摆一副碗筷，就是在饭桌上给我爸摆一个碗筷。我说不要摆，我说整这个事儿干什么呀？我说我说他就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不是说我们去就是就舍弃他了，或者说忘记他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啊，就是因为在我心里，一个死者逝者他没有感受的，就像你们打了麻药也是一样，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做过肠胃镜啊，就是那个打麻药的那个阶段，其实你整个人就是没有知觉了，你没有一点的感受。我觉得人过世了也是这样。那为什么大家会就是说那个就是会做一些形式的东西？其实那个其实是生者的一个念想，一个欲望。我说就是可能身边的亲人离世了，你还是要往前走啊！你搞这么多形式，你在干嘛？你要揪着他不放吗？就没有必要。因为其实今年是第一年我父亲去世，你摆一副碗筷，大家心里都咯咯楞楞的，就是都心里会难过。你摆那个碗筷，它的意义是什么？尊重逝者。那活着时候你不尊重你过世了，你在那会给谁看呢？不就是给活人看吗？真正尊重或者怎么样的，那是在心里的。相反的，就是说你一直把这个东西揪着攥在手里，你一直不想放，我觉得那才是愚蠢的。对，那跟习俗没关系啊。对，你摆副碗筷，你想表达什么呀？你是表达就是说，哎呀，那个我那个想表达就是说我怎么样，我尊重，哎，咱爸怎么样？你是要对你的父亲说爸爸我尊重你，而不是说对着说，哎，你看我多尊重你，太假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应该这么表达。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是啊，想法不一样。所以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人要往前走，你的一生就是你的一生，跟别人没关系。你的一生里会出现很多人，如果说你一直揪着不放，人家都已经走了，就像我父亲已经过世了，你在那块揪着，他没有任何感觉。同样的，就一段感情也是这样啊，一段感情也是这样。已经结束的感情，你自己在那块揪着，跟人家当事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这个事儿，你无论你怎么想，它就是过去了。对，它就是过去了。那你过去了，你就是像那个武先生一样，他都已经出轨了，你俩已经分手了，人家正常的往前走了，甚至人家都对你没什么感觉，甚至都已经就是完全不在意了，是你自己揪着不放，对吧？那有什么用呢？对吧？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父亲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
你看我其实对我父亲离世这个事儿，我也不舍，我也会非常难过。为什么难过啊？因为一切就是你知道我父亲那个时候我更遗憾是什么？就是我父亲操劳一辈子，然后他60岁了，去年60岁，我就说，因为我之前就不让他工作了，但是他总觉得60岁还能工作，然后他就一直要工作。结果呢，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我父亲的工作就是有所影响，所以就是趁着疫情，我就说你们别工作了，我说来深圳，因为他们之前也没来过深圳，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把房子买好了，给他们买了一套，我自己一套，我说你们来了也可以，其实我就想让他们停止，就是不要让他们工作了，我就说2套房子我都没装修呢，你们过来能帮我忙活忙活。我说给你们买的房子，他妈我不能说他妈的，我说给你们买的房子，然后你们就是完全不在意我这个小儿子，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说你们一点都帮不上我。其实我是以一种报应的方式让他们过来享福嘛，就是表现着我生气了啊，全程，因为我觉得买房子这件事情其实是人生大事儿，很多人生大事我父母都没参与嘛，所以我说买完房子你们自己的房子你们自己装修一下，不能什么事都指我，而且我，那个时候那个店里又忙，结果我就把他们弄来了，弄来以后，在这块儿过了个年，就在这块儿待了3个月，然后就觉得这边特别好，因为北方就是东北嘛，就对这个海呀、对这个热的气候啊，就特别向往。在这待了3个月，他们就觉得特别好，然后每天都是跟亲戚在显摆说那个啊这边的空气多好，环境多好，房子多好。结果回去他们就说变卖一些家里的东西就过来，但是回去呢，他们依然就回去以后，这工作又可以做了，所以他们又工作了1个月，将近2个月，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离世了。就他们跟我说回去变卖东西以后就回来，就把东西，就是因为家里有车嘛，把车一变卖，然后把那个家里的家具什么的乱七八糟处理，然后就过来了。因为东北到这边那些东西全拉不来嘛，就是这个阶段，然后就说回去那个处理一下家里的东西，说马上就过来，结果他们不听话，在那儿又工作了1、2个月，这个时候突然离世了。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吃了一辈子苦没享着福，就没有那个福气的命嘛，对吧？就突然离世了，就很遗憾。这个更遗憾吗？这不比那个感情遗憾吗？对吧？他其实是非常遗憾的事儿，但是你知道，就是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就特冷静，我就全程在处理后事嘛，就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就是成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了，所以情绪一直很稳定，就是整个的过程当中的情绪都非常稳定。后续你包括我现在，我其实对这个事情我也看得非常理性，就是觉得，就父亲他就是陪伴你就是走过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包括有一天你的母亲也会离世，包括养的狗也会离世，包括就是对象也会离开，对吧？怎么离世的？他是那个好像有点新冠，他是就是那段时间好像就是东北的疫情又起来了，然后他就感冒了还是发烧了，完了他也没在意嘛，他就没在意，然后就突然就是心梗，就过世了，啊，
那你说这种东西，那你说你再遗憾能怎么着啊？它就是个心梗，那心梗这个东西很快的，那你预防不了啊。因为我们，就是我父亲他也体检了，体检好几次他都没啥事儿，因为这几年就是觉得他身体，可能就是，就是我们去关注儿女会关注他的身体嘛，包括我母亲也会体检，人啥也没检查出来。那他突然离世了，那你说你再遗憾能怎么着啊？那这个事儿，那他就是很突然的事儿，那你能怎么着？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当你经历了这些事情，你会发现啊，恋爱其实在你的人生就没有那么夸张了啊，是，对，就没有那么夸张，所以我就会觉得太正常了啊，就是你面对一些得与失啊，怎么样的，你纠结它干嘛呢？就是那个叫武先生的，就是说什么那个感情放不下，没有什么放不下的，那还是你不够优秀。等你优秀了，你会发现好多好的感情在等你。比如说我现在，我真的不跟大家说一句，就是我完全没有吹牛逼的说一句，就是也没有任何开玩笑的一种状态。我跟大家说，我现在依然会觉得说，无论我在某一段感情，我结束后，我都可以拥有一段好的感情。我有这个自信，源于什么？原因是你自己仍然在不断的完善自己，在优化自己。所以就是哪怕感情结束了，好，它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而且它不是最好的。我依然有这个自信，就是我觉得我所有的感情里边，我觉得我下一任感情一定会比这任感情要，不能说好，是跟这段感情不一样，我都会有人生的新一种体验。因为我只有在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我在总结的时候，我才知道下一段感情我需要什么感情。我有这个自信，我不怕分手。对，我就是不怕分手。啊、现在是单身，现在不是单身，我现在有对象，我现在有对象。我就给大家传达的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不是说我想分手啊，我不是说我想分手了，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你要真的优秀的话，你就不怕分手；你要真的优秀的话，你不会就是对一件事情过于的纠结啊，你不用过于纠结，因为好的东西你想有就有，你要有这种自信，你要有这种自信的前提就是你要优秀啊。估计对象听到也接近分手了。我对象不像你这么幼稚啊，就是我会觉得我谈的恋爱里边没有那种就是说啊，今天我生气了，明天我怎么样了，你就这种人，你就是靠近不了我，我会觉得脑子有问题。为什么脑子有问题呢？我在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理性的评判的话，好可以，但是你要是凡事往自己就是身上扣帽子，那谁也救不了你啊！我就如果说就是你们会觉得刺耳的话，好，可以，你觉得刺耳，那说明你的心智不太成熟，能明白不？啊，就是啊、我对象做了一件事情，就我现在对象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知道以后我不会生气，我会加分。什么事情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对象现在跟我在一起，他住在我这儿，但是他租的房子他一直没退。就这件事情上，就是我对象跟我住在一起，他现在有一套房子租着，他不退，我反而觉得这是加分的，因为我跟他说过这个事儿，我说那边的房子为啥不退了呀？他说那边因为他是那个单位里边
有那种就是便宜的房子可以让他租，这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上班族，就是可能是一种单位啊，然后他会有一些协议的一些房子，然后会给你便宜，比如说外边租3000，你因为你是这个单位的这个员工，800就能租到。所以就是我对象呢，他就是这个800的房他一直没退。我说那你不退，你可以出租吗？他说不可以出租。我说那你就退了呗。他不退，为什么不退？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个，万一以后如果退了的话，万一你以后想租这个便宜的房子，你租不到了。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跟我分手了，我有地方去，对，给自己留了后路。所以我非常喜欢这种人，我会觉得这是一种就是特别聪明的一个表现，就是我就很怕，就是你知道我谈恋爱的时候就经常，因为当然我也是那种就是我一跟别人谈恋爱，然后就是别人就会退房子，经常会有人就是说跟我谈完恋爱以后，把自己的房退了，住在我这儿了，就是相对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对象这种做法，我不觉得他跟我生分，相反我会觉得说他这是有脑子的表现，他的智商在线。真的很好。我告诉你，就是我就是厌蠢，但是你要是那种聪明人，就哪怕你伤害了我，我都会觉得说啊不错，挺好。我的心里是这么想，就是我很怕那种就是把房子退了，然后住在我这儿。你要是单纯你要住在我这儿行，你别把房子退了。你要把房子退了，就是会觉得说，哎呀，压力好大呀。压力好大呀，我就压力好大，就是爱情恋爱脑。我告诉你，这个叫海的，一看就是天天就刷那个抖音刷的。咱们走出抖音，看看现实，啊，抖音对你没什么太大的帮助，啊。20多岁会选择退房，20多岁，我对象就20多岁啊，他没选择退房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是聪明啊，就他做的事情不会让我觉得生分，反而让我对他有尊敬、尊重，啊，因为我们谁也没聊得特别透彻，他一说我明白了，相反我会觉得说，哎，要不要对他更好一点？但是我要给大家传达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在感情里不用对别人变本加厉的好，就你正常接触就好，不要为别人去变换、掏空自己，或者说就是改变自己的底线。恋爱其实是一个什么？就是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一个关系。因为恋爱是需要2个人紧贴的，如果说你退了，他肯定会进的，可能是得寸进尺。感情里就是要处于一个就是平衡的一个状态，不能说平等，我觉得平等太难了，就是你要有一个平衡的状态。平衡的状态里边呢，你尽量是保持这个平衡，
保持这个平衡，而且就尽量的平等尽量的平等。所以就是你在感情里，你就是为别人改变他再多，人就会觉得说这是理所应当。感情里就是这样，没有人会就是觉得说我很感谢你对我这么好，没有，他就会觉得说这是你会去做的。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你是一个一，然后你从来不舔局，好吗？你爱一个人，然后你给他舔局了，后来你就会在他嘴里会听到，就是说他喜欢舔局，但是他不知道你是为了他才去舔的局就是你要明白一点，就是说你怎么舒服的状态，你俩刚开始怎么样，你后期该怎么样怎么样，千万不要就是说觉得他是个例外舒服就好，状态里怎么舒服怎么来。原来喜欢舔局，我喜欢舔你。对，我喜欢舔你。主播太优秀了，确实道理有时候是明白的你要是不明白的话，那我只能说，那你就就是那谁也劝不了你。就武先生你这种人就别人如果说劝了你这么多，然后你就突然来了一句，但是情绪会反扑，那你这种人就没什么朋友就是别人劝你的时候，然后你说道理都懂情绪会反扑，那你这种人，那你就不要跟别人倾诉别人也会别人如果说是你这样的话，别人也不会跟你聊什么了也不会劝你，你就自生自灭就好莽子说好母，你长得跟个鬼似的，你说别人母，我的天！你们看看那个叫莽子的长得多丑，我都没见过长这么丑的，跑别人来说母，你是真丑你真的你丑到你演《西游记》你都不用化妆的那种，你随便演个鬼你都可以，你演个怪物你不用那个南极先锋，你真的你立马就可以上的那种吓人都还跑我这来说好母你家里都是那个江湖艺人胸口碎大石吗天天在家喊两耗子吓人骂人不带脏字我没有骂他呀，我就说这个实话嘛。我终于知道喷子长什么样了，原来喷子的尽头是南极仙翁，是那个《西游记》周日周日。总共多少集不知道，没讲完。
桥上走的那一句我没到，你别气晕。昨天捡还好，还好。关于亲情的歌有啊，有。这次有一首是，我父亲过世，然后我就写的一首歌。小茉莉是全程 BE 吗？它没有什么 BE 什么 HE 的，没有。有啥 BE 啊？我觉得这部戏没有 BE，也没有什么 HE，没有。打死写悲剧的，我们不算悲剧，我们就是一个现实的剧。我都跟你们说无数次了，就是为什么会有狸猫和狸猫啊？就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剧里有个叫狸猫，有个叫狸猫的。狸猫是突富酒吧的老板，狸猫是艾尔斯酒吧的老板。现实当中呢，我是艾尔斯和突富酒吧的老板。狸猫和狸猫的谐音，它就相当于一个人。现实中我就是这俩酒吧的老板，也就是这俩酒吧的老板是我的那个人格分裂。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这部片子写的就是我30岁到33岁做酒吧老板的故事，经历了一些事儿和一些人，就是完全写实的一个片子。所以它没有什么 BE、HE 也没有，对，它能有什么？它没有，是写实的一个片子，里边经历了一些事儿啊，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事件，但不一定是我身上真实的事件，就别人的事件，然后对，在哪儿看？在这儿看。哇，10点了，都有点睡觉了。桥上走的那一缕，我没到，你别急。人生，我觉得，其实我前一段时间啊，我就会，因为我爸在世的时候，他其实一直在纠结一个事儿，在纠结一个事儿，在纠结一个什么事儿？他就觉得说，那段时间其实我妈也跟我说，我爸不愿意来我住的地方，然后我就大概能明白，就是因为我爸会觉得说，可能因为我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然后我又跟小大夫在一起，他觉得有点不方便，所以他就不愿意来我家。然后他也一直遗憾，就是说我没有一个孩子嘛，他还是想要个孙子嘛，因为我哥哥生了一个女儿。我其实因为我爸的离世，然后我就想说，我前一段时间我想要个孩子，
我想代孕一个孩子，但是最近一个阶段，我就突然又飞一个大虫子，我得把它赶出去。哎呀妈，这大虫子也太大了。然后前一段时间我就想代孕个孩子，但是最近我又突然打消了这个念头，就是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人生的不完整，然后我就让一个生命去诞生，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说你让我去，就是孩子长大以后你让我去怎么去面对他没有母亲这件事情，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孩子他就是孩子，他可能班上都是妈妈来接啊，包括呃开家长会啊，都是妈妈怎么样，他从小没有母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残忍，我觉得还好。第二点，我不觉残忍，我也不觉得还好，就是残忍可能这个事情它残忍，但我还有一点就是我不会撒谎，我不想跟他撒谎。我说你妈死了，我说你妈那个出国了，我不知道怎么去编这个事情。死了得有目的，出国了他可能以后会想办法找他。虫子是不是在这里啊？你看我有这个虫子，我就有这种心理，我就觉得啥也没有，然后对，所以我就想着说我不要孩子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说这个事儿。然后我就想我说那等我50岁的时候，我就领养孩子呗，领养一个18岁，然后黑皮，然后黑袜，单眼皮，然后娃娃脸，个子在1.75米左右，体毛稍微少一点，这样的孩子嘛，对，对，等我50岁的时候，这不也挺好的嘛，对吧？对的，怎么都是活啊，怎么都是活。就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就让他管我叫干爹，我叫他义子，对不对？也挺好。就我真的没办法想象，就如果说你代孕一个孩子，我不知道那个就是，呃，我不知道就是这些就是你比如说，抖音上有个叫大双的呀，有一个叫石头的呀，我不知道他们以后在生活当中怎么去跟孩子解释没有妈妈这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觉得就比如说我姐还有我妈，应该都不知道怎么去解释。那撒谎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没必要，就是为了我的一件事情，我要撒这么大谎，我家人也要撒这么大谎，我就觉得，对，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个事情，而且就是母爱这个事情，你都解决不了啊，对吧？对，那母爱这个事情，你说他缺少母爱，我觉得太残忍了，
就不想让孩子去被动的去接受这个事情，其实会觉得，就不要了，就不要了，很难啊，我觉得很难。或者说我找个有对象我找个那个对象有孩子的，也行，这样也行。再一个，我觉得我没必要，我没必要我养着孩子呀，我养个小男友挺好。别人的孩子始终是别人孩子，而且我万一要跟人分手了，这咋整？对吧？如果说跟我分手的，那肯定就是自己不太喜欢了，对吧？愁得慌，想想都麻烦，代孕这个事儿。你这庞大的家产咋办？我哪有家产呢？我哪有家产呢？家产还不好解决，我家产我就把那个家产就卖了呗，因为我老了，我肯定得去那个养老院嘛。我去养老院之前，我把那个这房子啥的都卖了，然后手里攒点钱，然后去养老院，然后我住 VIP，我住到死。哎，他妈的，我这60岁我就住养老院，然后我那个就我那个是个单间，然后里边还得给我来那个 KTV 系统，哎，还得用电动马桶，然后就是固定有一个做饭阿姨，有一个那个打扫阿姨，还有一个喂饭阿姨，对，我配3个不是阿姨，配3个小伙子，对，对我就是 VIP，我就是配3个小伙子 VIP 啊，操，这家产还不好解决，就全卖了，哎，我就存，我就到养老院我慢慢花，哎，对不对？要3个那个搓衣板小伙子啊。那你在养老院里，你就不就是得有钱吗？你去养老院的话，没家人和爱人，护工会虐待的，他怎么会虐待啊？你们呀，我告诉你，就说那种话的人啊，就是你天天你就是听别人在那说完了以后，然后你就是复制粘贴，你都没有自己的思想。我觉得这种人挺可悲的，啊，什么养老院虐待了，他妈你不给人钱，人家不虐待你，你他妈住 VIP，人家会虐待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去学车，你要是个 VIP，那教练跟你说话他就不会横，你要是报那种普通班，20个学员对1个教练，那教练说话跟你横言横语的。你没有过钱，你怎么知道有钱人的生活，对吧？就经常会有人说，哎，我什么我觉得有钱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有过钱吗？你享受过吗？你没享受过，所以你跟我说你对钱没什么欲望，太装了。乐趣是难以想象吗？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乐趣啊，我现在乐趣是什么？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有一个乐趣是什么啊？就是我有一个前任，他
在他眼里我是他前任，在我眼里还就是因为在一起就7天，也算是前任。在一起7天算前任吗？就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就说他算是我的前任嘛。我在北京，然后我有一个局，就是一个酒局。这个酒局呢里边就会有一些就是40多岁的一些朋友。我认识一个朋友，他40多岁，然后他新处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呢是做 HR 的，应该也是什么公司的高管那种。然后我那个40多岁的朋友介绍我俩认识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那个女的有点不愿意搭理我，就敬了一杯酒，然后就是我敬了她一杯酒，因为她是新嫂子嘛，就属于我敬了她一杯酒，她就是然后就全程就是没鸟我，然后就在那块跟别人聊那个工作呀，聊生活之类的，全程我我满心欢喜的跟人家碰个杯，人家就不鸟我，你知道吧？这是我经历的事儿。结果呢，我那个前任来了以后，他知道我前任特别牛逼，因为我前任一直坐在我这儿，他敬我前任酒，然后我前任呢就一直在照顾我，所以呢他就知道我是他前任了，然后又赶紧就是巴着我，就是敬我酒，那个点特别爽，就是你们知道这种感觉吗？就是这个点特别爽，这个爽点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啊。虽然说这个爽点吧，它不是基于自己身上，但是你知道这个你看到这个，就这种爽的感觉就特别爽，你知道？对，爽在转折，不是爽。爽在就是这个前任还是蛮有用的，对，这个前任我没有看错，对，就是所以就是你如果说谈了一个牛逼的对象，哪怕他是你的前任，你都会很骄傲。对，我一直都是这个想法，就是我的第一任，是谁呢？我的第一任就是，他之前在大学里学了那个什么定格动画，然后他就去什么那个邓紫棋的公司，然后去那个汪峰的公司，现在他依然就在娱乐圈的那个公司里边去打拼嘛。然后每次提起他，我都挺骄傲的，对，因为我也做这行了，所以就是身边人会跟我提及他，说他做的还不错。我说对，就是我心里我会很骄傲，就是他是走那种正规大的公司的那种，就是工作人员。我呢是做自媒体，每次我听到别人提起他，就是说他还不错的话，其实我心里都会骄傲。然后我第二任呢，他是一个，属于小开是什么意思？就是有点钱的一个，就是有点钱的一个什么呢？钻石王老五，第二任是这样的，就是，然后每次提起他，就是别人都说他花心怎么样？我承认他确实花心，但是仔细想一想，他条件确实不错，别人提起他的时候，我就想着说，他其实当时对我挺好的。我第三任呢是身材还不错，就每次呢我一去逛淘宝就是什么睡衣什么的，包括一些什么熊圈的一些衣服，我就在这个照片上能看到他。所以说第三任也挺骄傲的，就是每次我在淘宝上看到他的照片，我也挺骄傲的。所以说就是有一个让你骄傲的对象，其实也挺好的啊。对，第四任有什么骄傲的？第四任是在深圳的那个
他买了一套比较贵的房子，就是每一次就说起那个楼，就附近的楼盘，我说对对对，我前任也在那儿有一套房子，就是也觉得挺骄傲的。第5任没什么骄傲的，第6任呢？第6任就是现在这任，第6任你要说骄傲什么呢？骄傲他挺乖的，然后在医院工作，然后就是其他没什么骄傲的。你骄傲吗？你骄不骄傲？臭狗，你饿了吧？你饿了吧？不臭吗？没刷牙。你比我还臭，你这个小鬼比我还臭。你亲一下我给你拿吃的，你亲一下脸，来，你亲一下，亲一下，亲一下脸，亲一下脸，我给你拿吃的，我给你拿罐罐。你饿了吧？你想吃东西吗？那你亲一下脸，啥也不是。亲一下，你亲一下我。亲一下，哎，乖宝，那我给你拿罐罐。为什么有人会觉得狗狗臭啊？我就觉得狗狗身上那个臭味儿啊，我也挺喜欢。你挠我干嘛？你饿了？想吃东西啊？撒什么娇你？你跟爸爸说你饿不饿？饿呀、行，吃。狗狗弄吃的了。对你崇拜也没有什么不可。体会死被最样的美丽。哎呀，快走怎么说？狗狗专用快。我也不知道我的前任怎么评价我。我觉得我的前任评价我都是会说，他呀当时追的我。我觉得这是他们会惯用的，就是说法，可能在这件事情上会比较在意吧。
但是那个小开，就那个有钱的那个钻石王老五，他有跟别人聊起过我，他说啊那个百里怎么样，我当时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也不算在一起吧，我们应该算是那个就是短暂的在一起过，然后更像是固定朋友，他好像是对别人这么说的。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有对象，然后他同时在勾搭好多人。哎，不说了，人呢，多多少少会认识几个渣男。现在我身边几乎都是渣男，但是呢，这些渣男成为了我的好朋友，那我就不能说人了。哎，吃吧，给你接水。推荐家里安装那个就是过滤器啊，这样狗狗喝水啊怎么样的都会好一点。对。回访我的前任吗？没有，我的前任们都不太混圈儿，哪个他也不怎么混圈儿，起码就是没混出什么名堂吧。对，在我眼里可能没混出什么名堂，所以也不知道他们的近况。很想知道你近况，但他们也不红。吃也不用看了，吃，你好好吃。这花是彻底死了，养花怎么这么难养？我听人说，不如你对我讲。行了，不播了。90多人呢，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的小家吧。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的小家。参观小家一般都是那个入门开始。这个是那个开发商送的那个密码锁，这有什么好介绍的？这个是一入门的时候，我拿了2个那个磁吸的那个挂钩，磁吸的挂钩它挂衣服，然后挂那个6个绳，对，这是一个入门。然后入门的这个方向呢，它是做了，远处给大家看一下。一入门的时候呢，就做了2个倒顶柜，倒顶柜呢，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比较小，然后又走的极简风，所以就是这个倒顶的柜子就能装。你看我就装了好多东西，鞋子，这是个鞋柜，这都是我的鞋，都是我的鞋，反正就是扔了一部分了都已经，
我就愿意买这些东西，但是我不爱刷，然后一脏了我就想扔。然后这边是杂物，上面是药，上面是药，然后下面就是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杂物，然后这边是一个就是出门之前要用的车钥匙，然后手表，然后这是香水，香水我也不经常买，但是都是那什么，都是那个过生日的时候人送的，就逐渐就这么。然后这个香水真的很好，这个香水有一股那个从那个寺庙里回来的那种香，就是那个炭火香味儿，这叫什么啊？哎，这有名字叫灰烬魔女，灰烬魔女啊。虽然说这个名字挺母的，但是这个香是男香，灰烬魔女，这才100多块钱，这个是我自己买的。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就是30多岁了，你用这个香可以啊，这个香可以。灰烬魔女，它是有一种那个就是你去寺庙里的那个香灰的那个味道，这个推荐给大家啊，大家可以去买，20出头，这有的人会觉得这是老人味，就是我身边有个年轻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啊，你身上有一股那个就是中年人的那种感觉，因为就这个香水的味道，叫灰烬魔女，灰烬魔女啊。然后这个是个鞋拔子，鞋拔子有的时候我会用一用，对。然后这下面呢是一个买菜箱，下面就拉出来，我就盯着它去买菜。这里边装的现在是酒，然后这边呢就是没拖地啊，因为我刚起来。这边就是底下就是放拖鞋的地儿，然后紧接着这边呢是一个冰箱，这个冰箱呢，因为这个房子比较小，我正常的我其实我有一个双开门冰箱，然后后来我给卖了，因为房子太小了。冰箱里，这我冰箱就非常简单。然后呢，这边呢是一个。抱歉，没能理解你的问题，再详细描述一下吧。谁说话？这边呢是一个什么呢？这边是一个那个开放式厨房，这开放式厨房比较小，因为这个户型就比较小。这个是那个，这个是一个什么呀？这个是一个那个吸那个油烟机，油烟机怎么用啊？这一挥手就行。吸的还是可以的，一关掉，一摆手。摆手，啊，我这个手不好使，摆手，摆手，对，对，翻车了。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电气灶，这个它是这个灶呢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是那个有那个铜锁的它是有铜锁的，就是会比较安全。这个灶比较安全，是2人位。然后这个锅呢是在淘宝上买的，不是在那个抖音上买的，翻车了，说那个不粘锅。你看它上面它有点粘了，啥也不是，不如就我在那个淘宝上买的99的锅，这又大又好用。这个除了好看没啥用啊。然后这边呢也是磁吸的，这些这个栏啊都是磁吸的，它是那个有磁铁，所以就是它要是放在这儿呢，它比较邋遢；它放在这儿呢，就是比较简单一些啊。然后就能挂，然后包括这个小瓶子就是在网上买的，这也没多少钱，挺好用的。这买大一点的，然后你可以多放点，然后它就省着潮嘛。这也是在淘宝上买的那个破纸，这个纸非常便宜，19块9，完了10个吧，19块9 10个，还挺抗用的啊。这上面有点小柜子，
小柜子就是放一些杯子啊，然后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酒，放杯子，放茶叶，然后呢，底下呢是一个洗碗机。这个洗碗机啊，洗碗机一开始我觉得挺鸡肋的，后来其实我用着还不错。就有的时候你真的很多碗你就不愿意洗，你要一两个你可以用手洗，很多碗你就会用这个洗啊。它这个是12套的，可以洗锅子，还不错。但是你要说烘干效果怎么样，没有特别好。它是小米的一个洗碗机，大概3-4千块钱，3000多啊，还不错啊。它上面会有很多的功能，小米的，然后这个洗碗机啊，就是买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洗碗机买完之后，它要你长期的，就是比如说你每次一洗碗，它就像洗衣服一样，你要买洗碗的那个凝珠，洗碗的凝珠，不是洗衣服的，就它这个要每次都要用那个凝珠，然后我就买了一大堆凝珠，你看这一大堆凝珠好像是300多块钱，它就是这样的，它就是有点类似于马桶的那个东西，这里边是个电源。好，我们往这看，这个是一个那个挂面的那个收纳器，就是你挂面你吃不完的话它潮，你买这个它就能装挂面，你用多少拿多少，这个还是蛮好的啊，这个推荐大家都用，就是有的那个就是什么那个乐事的那个应该也可以用。因为我不爱吃薯片，我要爱吃薯片我就不买这玩意儿了啊。你要有乐事的那个圆筒也可以放对。然后这个是一个那个防潮的那个米桶啊，这防潮，要不然就是像这种那个就是深圳这种地方就会比较潮一些啊，所以这个还是比较那个需要的。这个是一个那个煲汤用的一个苏泊尔的吧，煲汤，不是，这小米的吧，忘了是什么，煲汤用的这个是做饭用的这个都不用介绍。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架子啊，这个架子就是我推荐，就是像我这种就是小户型要买这种架子，这个架子还是比较好看的。对于我来讲的话，它有点 ins 风所以我就买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架子它其实就是你要是像我这么少的东西还行，你要多了就不行了，多了它就像一个那个就是地架一样，它就是有点高它不行。然后这个是那个大蒜的绞肉的一个，这个才99吧，我觉得还挺好的。你绞蒜呐，你包括那个葱花什么都可以用它呀，要不然你自己切你又切不好。对，就99，挺好。然后这边是一个洗碗槽没啥介绍的，就是它这个就是可以冲拉那个水压，对，电对，它就是一个很常规的一个洗碗。然后这个是因为我装了一个滤水那个净化器，过滤水的，这个水呢我觉得还是达不到人饮用的标准，但是狗还是可以的，对，还是可以的。然后这个就是网上那个网红产品，就是你有菜啊，你过滤的时候你就在这里过滤一下，要不然就在下面就堵了嘛，对吧？然后这下面是一排柜子这一排柜子这都是柜子，然后这是个岛台，这岛台呢本来它是那个这个岛台它本来是那个就是餐桌来着，但是呢我就是那个最近在工作，所以我就把这个电脑就放在这儿了，每天我剪辑就在这儿这个呢是一个那个两台电脑，
2台电脑，切菜在哪儿切？就在那个就是洗碗池旁边。2台电脑，然后1台是组装的。这个组装怎么组呢？买的那个苹果的那个，对，买那个苹果的。然后这个是一个 LG 的一个挂式的一个挂式的一个东西啊，也比较好。这一套是将近15000左右啊，15000左右，但是满足了我日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啊，15000左右。这个电脑是那个冰箱是海尔的，不值钱。这个冰箱才1000多块钱，不值钱。它就是造型好看，好像1000出头。因为它是纯白色，而且造型比较简洁，所以我喜欢这个。我不考虑功能性，因为我也装不了多少东西。然后这个苹果电脑呢，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17年的时候上大学，我的榜一大哥送我的。是美的的，这美的的，对，这个是我上大学那个榜一大哥送我的一台电脑，当时是1万，将近2万多，1万多，然后一直用，17年到现在都已经六七年了一直在用。Miss Q 不是他送的，他不是我的榜一大哥。然后呢，就是这个导台呢，这个导台有2个功能，一个功能呢是这个排插，它这个是可以就是排插，就可以拉动的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然后这一块呢还有一个电磁炉的功能我没开，它是有一个电磁炉功能。然后这边呢是有那个拉抽屉的，两边都有所以说它的那个实用性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现在就是做工作台了，所以比较乱，比较乱。然后这个呢是一个什么呀？这个是一个那个就是我录音的那个就是它也是网红产品，叫那个 blue 的那个就是那个话筒这个是专门收音的，这个也是网红产品，这个才800块钱但是凑合能用这个是一个 BOSS 的一个音箱，这个音箱我平时会拿来听歌。这个是我前一段时间为了剪片子买的那个耳机，其他都不用介绍了。这个画我要介绍一下，这个画呢是我前一段时间在淘宝上买的，花了将近1000块吧。这个画还挺值钱的，这个画还挺值钱。然后紧接着呢，我们要就是看这边是一个沙发，这个沙发是简洁式的沙发，它不像个沙发的沙发，它是一个非常简洁的一个沙发不太舒服，就是造型还可以，但不太舒服。你买沙发你还是买那种就是稍微包裹性强一点的，这个就纯粹是为了造型纯粹是为了造型。前一段时间买的一个茶几，这个茶几也是买翻车了，但是因为刚买，所以就用一段时间再去扔掉。然后呢这个东西给大家介绍一下白墙，这个东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那个就是这个没粘上，但是它是一个防护的一个作用，省着就是总摸它就是变花了，变炒，变黄了，它这个是一个防护的一个作用。其实家里可以备一个，很便宜，2块钱一个吧，2块5还是2块9一个然后这边呢，就是进来的这边呢，它其实就是这是一个装饰作用。它其实就是你看我会放一些书放一个吉他呀，放耳机呀，放好多东西都放在这儿。它其实如果说这个你家里足够大的话，摆一个这个还挺好看的还是挺好看的，你可以去买一个，但是这个不便宜这个很贵，就这一个小破台子2000多这一个就是展价2000多就不便宜。所以就是说你尽量你去买便宜货，你别买这个这么贵的这个要破2000多，其他能用。然后呢这边是有一个电视的，这个电视是 LG 的吧，联想还是 LG， 完了它是一个可以旋转的，它可以作为一个手机的那个就是刷屏的一个它可以作为一个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健身的一个电视，就是它可以竖起来，然后你就跟它那个就它是跟它一起练，就它属于一个电视的一个功能啊。其实它很贵嘛，就买了一半，它是折叠的，跟你们买的那个跟你们买的那个不一样。我这个是折叠的吉他啊，折叠的。对，这个电视是小大夫买的，小大夫这个搞特价是2999啊，还不错，还不错。这个净化器其实不是用来净化空气的，这个净化器其实是为了除甲醛的，因为当时房子刚装修好的时候要用它，但是已经卖了，就是今天下午会有快递来取。就是因为这个除甲醛的，你用完了3个月以后，其实你就没有必要再用它了，所以你就卖二手就好了。紧接着呢，我们看阳台，阳台是一个落地窗，落地窗，这个落地窗是那个开发商自带的。阳台呢做了一个洗衣区，洗衣区这个洗衣机呢，这个洗衣区呢，它其实是那个这个洗衣机是小米的，然后带烘干功能的，大概2-3千块钱，还挺好用的，我用了将近2-3年了，啊没坏，而且就是烘干还不错。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小米的一个热水器，啊，因为我这边可以通燃气，然后所以就是热水器就是也是小米的。我其实就会觉得小米的东西还不错，因为便宜嘛。你其他的品牌的话，你其实没有小米这么普及啊。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是一个晾衣区。晾衣区呢，我没有做因为我有烘干功能，所以我晾衣区我其实就是特别浅的，我就弄了一个。这个烘干区，这个晾衣区呢，它其实是一个抽拉式的，它可以在上面放鞋子，然后在旁边呢，这有挂钩可以挂衣服啊。然后你要不用的话，你就把它收掉。这个79，非常的好用啊，非常的好用啊。这个推荐给大家用。这个你不要，其实我推荐这个东西吧，它不要挂在阳台上，你挂在浴室里边，因为你每次洗澡的时候，你会有一些脏衣服，然后你就搭在这上面啊。这个还是蛮好用的啊，79、69啊，最便宜的有69的。然后这个窗帘我选的是这种全遮光的窗帘，全遮光的窗帘是一个黑色的，然后它是做了2层，黑白相间的。对，你平时你就是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你把这个白纱一打开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平时你就这么的，它就是这么一个风格啊。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破灯，这个破灯这个是我用在店里买的啊，现在就是店里不用了，我就拿到这儿来了，也不打开。紧接着呢，我们来卧室来看一下，我的卧室没收拾啊，就简单的就给大家看一下啊。挂衣服怎么搜啊？浴室挂衣架你可以搜一下啊，浴室挂衣架。这个是我的卧室，卧室呢就是因为没收拾，大家给大家简单看一下。这个我们进入卧室会有一个门，这个门呢它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啊，它这个门是隐藏门，但是呢因为我家狗啊就把这个门都给挠了，过一段时间我补一下漆，补一下腻子，补一下漆就好了。然后你推进去，然后这边就是卧室啊，卧室给大家看一下卧室啊。卧室呢其实这个屋子不小啊，是这么一个效果。卧室不小，但是它其实有点紧凑啊，因为东西比较多。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不是柜子啊，这个它不是柜子，它是一个烘干的一个位置。虽然说我的洗衣机它能烘干，但是因为洗衣机烘干呢它会有一个褶皱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又买了一个烘干机，这个烘干机是挂着的烘干机，就减少了它的一个褶皱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它是一个烘干机，这个烘干机比较贵啊，你们可以上网搜。这个烘干机比较贵，这个4、5千块钱，我就觉得比较土鳖，但是当时就觉得说它挺好看的，我就买了。其实我买很多东西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它好看、简洁、好看，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投影仪啊，是原本我会用的，但是呢我没用，因为家里的电视太多了。这个投影仪花了7、8千吧，也是啊。是那个坚果的啊，坚果的7、8千，不好用，不建议大家用。但是它有一个，就是投影仪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投在天花板上去看啊，还是可以用，但是不好用啊，就是没必要。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呀？就它是一个有人说不知道它是什么作用。它是一个，比如说你脱完衣服，哎，你没地方堆，你应该往哪儿扔呢？往这儿扔。它就是这么一个作用，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作用。它就是随手扔衣服啊，对，它是这么一个作用。你们可以搜，我觉得家里备一个这个还是蛮有趣的，对，就是它没有别的用处。它没有别的用处。你往床上堆不行，你往沙发上堆不行，那你往这堆啊，那你往这堆啊。来，我们紧接着看这个呢是一个净化器了。这个净化器主要我们用它，其实主要是那什么，它也是小米的，主要用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狗毛啊，狗毛它会吸一些狗毛，但是呢就是最近我们就是觉得屋子里有点干，因为它这个楼层比较高，然后就屋子里有的时候非常干，我们就加了一层这个东西。这个是小大夫在网上看的，加了一层，这个是可以加水的，加水，然后你往里放水，这是一个什么呀？这是一个什么？这个叫什么？这叫加湿器啊，它是可以有加湿的功能。这是小大夫研究的啊，他在网上看到的，就是你如果家里有一个小的这个空气净化器，你觉得没什么用，那你可以加一层这个作为加湿机啊，就是加湿的。这个是小米的啊，然后紧接着呢这块有个灯啊，这个灯也是小米系列的，可以跟小米关联的啊。这个灯它怎么用？它这有个遥控器。它有个遥控器，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它这个灯，因为它现在这个灯就很适合，就是很适合做氛围嘛。对，有的时候我看这个灯，我会有一种就是日光的感觉啊，就是我会有一种错觉它是日光啊。对，它可以变色啊，可以变色。这个灯也没多少钱，这也是小大夫买的，具体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家里都是小米的东西居多，然后紧接着呢，这是一个75寸的一个电视。这个75寸的电视本来我想用在就是店里用的，但是后来就是店里没用，然后我就拿回自己家了。所以这个电视呢，它就取代了那个投影仪的作用。所以我如果说看起来的话，我更喜欢就是这个电视的一个效果，因为那个投影仪每次你打开你都得调位置。就是投影仪就这点烦，我觉得它肯定会出一款就是说不用调位置的，它每次都是特别清晰，但是你这个电视它这个电视就很好，就是因为75寸足够大了，你要是有条件的话，你买100寸也 OK。有的人说那个电视大的话就是不好，什么是晕，一点都不晕，我告诉你，电视越大越好，别听他们在胡说。然后这个柜子呢也是店里的一个柜子，但是就是没地方放，然后就放我这儿了，一个红色的一个柜子。这是一张床，这个床呢这个床其实本来是我这个房子要出租的，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也是刚买，然后颜值还可以，我就留下了啊。这个床啊，这个被褥我就没叠，我不管了啊。
然后床头呢，床头会有一个小米的一个什么呀？有一个小米的一个它是红米的，它是一个红米的一个这个音箱啊，就是这个互动的音箱啊，这个，你要说有用它有用，你说没用它没用啊，几百块钱，好像是400-500块钱，有这么一个东西吧，也挺好，没有吧，就是有了也没啥用，但是有了也不多余。为什么呢？它其实有很多功能，它可以看视频啊，它可以看视频，它可以看抖音，它可以就是当闹钟，它还可以，还可以。你就说，就是它有多大用？它没多大用，但是你要做一个智能的一个音箱还可以啊。你要说它音响好，它音响不好，但你要说你手机没电了，你用它看会儿电视可以啊，还不错。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这个路由器，这个路由器是一个分支的一个路由器，是华为的啊。这个华为的这个路由器卖的还挺贵，好像是1-2千块钱，效果呢一般，但是你有这个东西总比没有强，就是我的宗旨就是这样。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床头柜啊，有一个床头柜，这个床头柜花了300多块钱，我觉得不太好，但是也是因为刚买我就没扔掉啊。然后这里边会装一些我自己私有的一些东西啊，这个都是那个过年的时候收的红包啊。对，紧接着我们看这个区域啊，可以作为语音遥控，可以啊，可以。然后紧接着我们到了一个算是衣帽间的一个位置，它其实就在这个卧室的旁边。空调什么牌子？空调应该是海尔的中央空调，中央空调啊，这个中央空调它是喷黑了啊，它整体的，我家整体的风格就是黑白红啊，黑白红，然后都是走的线型的那种效果啊，黑白红啊，黑白红。不要透明的，是的，没必要。我当时就觉得颜值高，但是拿到了以后发现颜值并不高啊。然后紧接着呢，我们来这边，这边呢就是一个衣帽间。这个衣帽间我其实它是有一个动线，就是有一个线型的一个设计，就是它是在门的正中间，然后这个正中间是有个镜子，然后两边是2排柜子，它是会有就是有设计的吧啊，它做了2排那个柜子啊，做了2排柜子。你看这边是因为我是不喜欢叠衣服的，所以我这种挂的这种区域会比较多。你看它这个裤子挂到底它都不会搭啊，它都不会搭边儿啊，这个就是专门挂裤子的一个区域，然后下面是那个内裤啊、袜子什么的啊，然后它是一个安装一个反弹器，它就是一个纯黑色啊，纯黑色的一个设计啊。那纯黑色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纯黑色会留手印儿啊，不太好啊。就是你可以做纯白色啊，纯白，就是如果你家里要做柜子的话，做一个纯白色。但是你要记住了，你的纯白色的柜子要跟墙体是一个颜色，你最好就是说，就是做到同颜色，要不五彩斑斓的白其实也不好看。然后这边呢，本来是一个化妆区，但是但是我不化妆，所以我这边我就是暂时就是又有一个破的一个桌子，我就放在这儿了。然后这边有一个全身镜，所有家具都是定制的，就柜子都是，你其他的还是单买的啊。这边都是柜子，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因为比较乱啊。我的衣服比较多，但是都不值钱啊。然后紧接着呢，这边你看，它这边呢
就是里边它是这样的，外边它是一个隐藏式的，但里边柜子其实是这样的啊。然后我所有的电源开关都是在这儿啊，它可以控制很多。这个是一个追觅的一个吸尘器，非常的不好用。追觅所有的东西大家都不要买，我在网上看到了他们的评论非常的差。追觅吸地机大家不要买，我这个大概用了2年左右它就坏掉了，大家不要买啊，我实名黑他们。然后紧接着这是卫生间，卫生间有点乱啊，就简单给大家过一下。这是洗浴区啊，那你还买？我不买我哪知道它不好用啊？洗浴区啊，这是一个花洒，然后中间挂的是那个超白的玻璃，这个超白玻璃非常的便宜，这个才900块钱，这一面玻璃才900块钱，你要是就是定制的话，可能嗨你更多，但是你其实这个啊，其实就是说白了，你买完这个东西，人家包你安装才900多块钱，我觉得还不错啊。然后它这个洗澡的空间是足够大的，你看，洗澡的空间是足够大的。然后这边是，有的人说这是一个镜子，它不是个镜子啊，它是一个类似于镜子的一个材料，它是一个，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镜子的塑料板，它不是真的镜子，它不是那个材质，它是一个塑料板的那种啊，它就做到了一个高清的一个效果啊。对，镜子是为了俩人洗澡更爽，不是镜子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就是你在洗澡的时候，你能欣赏自己的身材。啊，就觉得这段时间我好像又胖了又瘦了。其实洗澡的地方安一个镜子，其实还蛮爽的啊。然后它空间足够大，足够大。这个是一个山寨版的花洒，它模仿的是那个汉斯格雅的那个，这个我买才1000多块钱，汉斯格雅要2万多，对它，因为我喜欢的设计都是特别简单的一个设计啊，所以你看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设计，它都非常简单，非常的，你看颜色没有五花八门的一个颜色啊，对，镜子打理不麻烦吗？擦不干净，那你看我有打理吗？我没打理过它呀，它就是这样啊。因为这个镜子它其实每天洗澡的时候它都有一层雾气，你只要不去弄这个雾气，它就不会脏啊。不要买黑的，花洒不要买黑的。然后这边呢是那个电动马桶，电动马桶这个是蓝什么什么什么品牌啊？电动马桶，这个可以买，3000多块钱可以买啊，可以入，你要觉得 OK 你就入。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洗手台，这个镜子也可以那什么，也可以亮光，也可以亮光，对。洗手台它是那个陶瓷一体的，就是它就没有那个什么什么水渍什么的啊，它就没有那个缝隙，它就还好。然后这个水龙头是我加钱换的，它会有一个小瀑布的一个感觉啊。这个是个毛巾架，这个毛巾架有什么作用呢？因为你看我这屋啊，它其实做不到南北通透，所以这屋吧它其实不通风。不通风，有的时候毛巾挂在这儿吧，它就会滋生细菌，它就会滋生细菌。滋生细菌的时候，你就挂在这儿，因为它是加热的，它的原理就相当于电暖器，把它挂在这儿，然后那个毛巾就会加热，然后它就减少细菌嘛。它这边插电，然后它就会亮它就会加热这个也是马桶的一个小的一个遥控器，挂在这儿。戴森的戴森的，然后下边呢是做一个那个脏衣桶的一个设计，这就是追觅的那个吸地器不好用。然后这个是那个小米的海尔的小米的，
不知道是，反正是一个那个熨衣服的，然后这个玻璃呢，我就选用长虹玻璃，长虹玻璃我觉得还是经典不过时嘛，对我觉得还可以。现在都是就是今年流行什么雾面的玻璃，一般，我还是喜欢这个，它整体就是这种感觉。你要说它有多好的多精明的设计，它没有，最主要的它就是简洁。我的审美其实就是简洁，但是审美就是你要想高级一些，简洁是一方面，你还得有一些就是说一些软装的一个点缀。我这屋呢，其实软装就会少一些，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就是我不会生活，所以就是整体的一个感觉啊，就是会比较简单又有点单调的感觉，对。卫生间是常年开着，是的，卫生间你得开着排风，平时不收拾好多东西吗？对的，我平时我不收拾，就是我一般都希望我对象收拾，但我对象最近变懒了，我也不能骂他，对他变懒了，我也不能骂他，因为我也不收拾。对呀，你凭什么骂人家？你有本事你自己收拾啊，对吧？对，他是这么一个感觉啊。平时养个狗，它就不会干净到哪儿去。一室一厅。这沙发太奇怪了，一看就不舒服。我觉得你也挺奇怪的，叫黄油太保的，我觉得你一直脑子都有问题。你喜欢这个茶几，这个茶几花了400块钱，400块钱。以前租的房子好大家，是的，以前租那个房子1个月房租要9000的。对，以前租的房子1个月要9000，这个是自己买的就小一些。但我这个，你别看我这个房子小啊，但我这个房子能租到1万多，就是因为它地理位置还不错啊。我之前租的那个房子是140平，然后它是类似于小豪宅吧，因为比较偏，所以9000块钱1个月。你这边呢是属于市中心，虽然说只有40-50平，但是要1万多。对，这边要1万多。全款买不，我是贷款，买的房子。贷款我是贷了10年，然后首付是50%，所以就是这个首付其实挺吓人的。这个首付其实挺吓人的，首付将近200万。所以就是很多人会有一点点就是会有一点压力。这是深圳，对，是深圳。对，首付很多人就是觉得首付太大了。你可真有钱。主要就是我不在网上酸别人，所以我就稍微有一点钱。我一般就是我不会在别人的直播间里就是酸别人，我没有这个时间。搬家用什么软件比较划算呢？自己不用搬东西，就用那个
就用那个那什么，就用那个就是货拉拉，然后你就是他有那个搬运费嘛，你就给他搬运费就好了。对，货拉拉就行。我一般搬家就是货拉拉，其他的平台不保险吧？货拉拉其实它也不保险。房价跌了，跌得厉害，深圳跌得厉害。现在跌得厉害。你像我这个房子，买的时候将近5万块钱，现在4万，4万。我是没跌之前买的，就是没掉价之前买。就等于这个房子我亏了将近60-70万了，已经。就是在价格上来讲的话，亏了60-70万了。老年期，所以就是我一直在直播间里说，我说，哎呀，不用你们那个给我刷礼物，我说你们给我刷的都不如我亏的。对，就是我做生意也亏钱，所以就是每天亏的钱其实比你们赚的多，真是这样，我不夸张的说。所以就是我直播间里，你看我从来不让大家刷礼物。买了住又不是炒，对，我其实也是这个想法，因为我当时其实买这套房子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那个，你不要买公寓，说你后边啊，你就是你卖的话，你会卖不出去，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那个公寓不好卖。我说我没打算卖啊，我没打算卖这个房子，后来我就买了。对，但是其实从心里来讲的话，这套房子确实是，一般，没有说特别好。这个是70年吗？你能活到70年吗？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乎这70年不70年的，你是想干嘛呀？就有很多人都会在乎什么70年产权、40年产权。我想问一下，你能活到140岁吗？120岁吗？100岁吗？至少自己落脚的家呀，落脚的家跟多少产权有什么关系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能活70岁吗？有多少人能活到70岁啊？再说了，你70岁，你这一辈子你就一套房，你也太惨了点了，对吧？就是我跟你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就是有人说那个你买电车，就是因为我当时买车的时候，我都是买电车嘛，就是充电的车。我买的是那个当时想买那个特斯拉之类的。他们说特斯拉以后什么那个换电池怎么样，7年以后电池就废了。我说什么意思？我说你一辆车你要开7年吗？就是我的问题没毛病吧？我说一辆车你居然想着它能开一辈子吗？你就油车你也不能开一辈子吧，对吧？我的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车这个东西啊，其实你就开个3-5年其实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换了。你要是没本事换的话，那我就觉得你要努力了，对吧？要么你多5年开一辆车，我不能想象，对，我不能想象，因为车也受不了啊，对吧？5年，我天！深圳租一室贵吗？分地点，它不是说那个什么都一样价，它是分地点的。你像市中心的话，一居室1万多的有的是，将近2-3万的也有啊。你看什么装修什么地点？你像我这个破房子，使用面积将近45平吧，45平，因为地理位置好，要租到1.1万2，我这个房子，
我这个房子能租到1.12万。对，它不一样的呀。你看，它就是位置不一样嘛。我这个位置它就是，对，比较，均价多少？我没有办法跟你说均价。深圳很大的，每个地方它价格不一样，而且差别挺大的。那你就像深圳，它有20多万的一平的，还有4、5万一平的，对吧？5万一平位置能好到哪儿去？我这个位置是属于，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哎，这边看不见，就是我走路300米。我走路300米是那个深圳火车站，火车站在哪边？我有点恐高，我不敢给你们看，对，我走路300米是深圳火车站，地理位置好不好？我觉得，生活非常的便捷，然后交通非常的便利，对，他这边租房子它就是贵，你要说房价它就是低，就你不能理解，所以你就说这些买房子的啊，他就是亏钱，但是你要往外租的话就不亏，就是有的人就说那个什么，就是说你有房子的话，你不要着急卖，你就租租就行。对，离我店好远，我有2个店，一个罗湖店，一个龙华店。其实当时买这套房子就是想着跟罗湖店稍微近一点，我去罗湖店的话走路15分钟周围有商场吧？没有。你所在的位置是深圳哪个区？我在罗湖区我在罗湖。什么店？这新粉丝吗？是？不用在学区房，我这个学区房也可以上学啊，然后也可以什么入户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都，他资质都有，但是我不需要，对，不涉及到孩子教育的问题，我不想要孩子。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在乎的其实就是地点。喜欢你之前潮汕男友好看，我哪有潮汕的男友啊？哪个是潮汕的呀？你说的是那个是潮汕的吗？他是广东的潮汕的，我不知道哪个是潮汕的。小大夫是清远。看小薇，看你爹干什么？你爹又不在我家里边，你傻？你每天你天天叫你爹干什么？我就发现，就是你怎么每天都来叫你爹？你是小蝌蚪找你爹吗？你怎么这么烦人呢？你每天都来，每天挨骂，你爽是吧？
你要看小薇，你在我直播间你能看到个屁呀？他又不是在我兜里，你天天在我直播间你要看，你去私信他呀。你是脑子不好还是你精神不好？小薇知道有你这么个私生子吗？你怎么天天挨骂没够啊？你天天找小薇呢？你怎么？龙二去哪儿了？龙二也不在我直播间啊。龙二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啊，你们在我直播间去问别人，我能怎么说？人家该干嘛干嘛呗。我能怎么说呀？人家希望我透露他们去哪儿了吗？没脑子，我就觉得这老问我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挺没脑子的。啊，才来了一次，你找你爹干什么？你不知道在我的直播间你去找别人，你不觉得你脑子有问题吗？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他是我的谁呀？我是他的谁呀？我知道他去哪儿了。啊？你要看他，你不知道他微信吗？你不知道私信他吗？关键你找我你要看他不是24小时跟我在一起，我怎么让你看呢？跟叫魂似的你找谁不应该去找他？对呀，那不脑子不进水了吗？你都天天在这块叫魂。而且就是说，你们去问别的那个就是什么演员什么的，啊，你们问别的演员什么的，人家有自己的隐私，能明白不？啊，就比如说，你们去问小薇去干嘛了，小薇干嘛有必要跟你说吗？人家要拿你们当回不是，人家要真的就是你要跟人关系真好的话，人家会跟你说他去哪儿了。对吧？人家都不认识你，在这块叫什么呀你？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而且人家有的人吧，人家不希望别人去讨论他、研究他，甚至就是不要告诉别人关于他的消息，能懂不？比如说他这段时间他在谈恋爱，我能说他谈恋爱去了，我能这么说吗？你问我能回答什么？比如说小薇这段时间她怀孕了，我能说她怀孕了，她坐月子呢，她那个怎么样？她备孕呢，我能这么说吗？那是她自己的事儿，对吧？你天天来问我了，你是有毛病，我就觉得你想看这个想看那个，他们不是天天住在我家里，我家里就是我自己在住，不是我的演员每天都在我这住，我天天养着他们，啊，住几楼？你问的不是房子吧？这才几点呢？你就问别人住几楼？有些人就是哎呀，而且就是我会觉得说，你们连基本的礼貌都不懂吗？在别人的直播间，你问另外一个人，你知道为什么那英会那个生气吗？就是说那个，就是问那英的都是王菲的事儿，所以那英才会生气。这起码的礼貌的一个东西吧，啊，情商不能这么低吧，对吧？脑子不好，我觉得很多人脑子不好，天天来问我是你们站长吗？我是你们的那个粉丝站的站长吗？我是站姐吗？我是。来 ，Monkey。
抱抱，过来抱抱。那天直播可费劲了，我就觉得脑子不好的可多了。30块，你管说你有的人说那个你这段时间脾气好了，我这段脾气好了是因为我直播间里正常人稍微多了一些，就是我直播间一有那些脑子有问题的，我脾气就控制不住，心就在哪儿看，这上面有字儿。你还没回答我，是你刚才说的吧？你说我什么潮汕的男朋友，是你说的不？不是，你仔细看 ID， 潮汕的是哪一个？我除了小大夫在一起1年多，我了解他多一点，其他的在一起都3个月左右，所以，哎呀，就没去了解他老家那儿。不过看周日就更了，不过看你出钱，不过看你给我打100万，我立马一晚上我给你头剪出来。嘚儿嘚儿嘚嘚儿嘚嘚儿，小狗，我叫你都不答应啊！你这个狗你真的是，你过来一下，有点事儿，过来。12点了，咱们该睡一会儿觉了，是不是？咱们该睡午觉了，是不是？那我可以亲你一下吗？你喝水了吗？现在直播太累了，你直播就觉得整个精神都不好。为啥不收费观看？我自认为我做的东西还达不到收费的标准，所以我就，我这么说，我现在做的东西依然得不到特别多的，就是认同。如果说我再收费的话，我可能会引起民愤。比如说，为什么网上都会就是骂一部电影好不好看，然后就是攻击演员、攻击导演，因为我觉得人家是付费，人家花这份钱，然后你辜负了他，所以我觉得人家骂的完全有道理。现在我达不到大家所预期，就是我不能去做这件事儿，能明白不？第2集屠龙演得很棒，他不是说所有人都认同啊，就是有的人 OK， 有的人不 OK 啊，有的人会觉得说你不能害我花冤枉钱，对吧？我们做不到大部分的认同的时候，我不去做这样事儿，因为我觉得挺不安的吧。对，就是我不想收费啊，不敢，我主要不敢，因为我觉得自己也没系统的学过，关键
收费有压力，对，就是因为我马上我要去北京电影学院去进修导演了，等我进修完了以后，我有一定的能力和水平之后，我再来去做。现在你不能坑别人，就比如说，我写歌，然后我是学过那个我在那个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学过，我学过那个编曲。虽然说我学的不好，但起码我有这个经历，我敢说我上过那个学校。那我没学过导演，我做这个东西，我出来的话，我心里就不行啊。只有 B 站才可以看吗？是的，你要考虑它的题材，它是个圈子里的题材，只有 B 站能允许，能明白不？就经常会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上传爱奇艺、酷狗啊？不是优酷，为什么不上爱奇艺、优酷，然后什么那个腾讯视频？因为它这个审核过不了，不会让你过的，因为你的题材，咱们生活的区域还是不允许的。收费做着不是压力，是自己就觉得不应该嘛。对，你不要做这种事。B 站比较前卫，是的，但是 B 站连吻戏都过不了，就是你也不能有吻戏，所以 B 站也是有局限性。就比如说我第2集的时候，小嫖客在那洗澡，第2集就审核的时间超级长。油管无所谓，油管你就是都可以，油管都可以。就网上有传，芝麻第1季的时候，我跟龙二不是有一场那个就是床戏嘛。芝麻第1季的时候，我跟龙二有一场床戏，就是他把我推倒在床上，然后俩亲完以后，然后Twitter 上就有人就是剪辑了，然后剪辑了一个色情的一个视频，看不到脸嘛。然后就是在推倒之后，然后就是拼接了一个视频，然后很多人就收藏了，然后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收藏了以后，然后他每次看到我，然后他就在那笑，我说你笑啥嘞？他说我看过你的片儿，我说什么那个芝麻还是跟我回家？他说是那种片儿，我说你看的是那个片儿吧？他说你也看到了，我说对，我看到了，我觉得还挺那个。挺好笑的，他说所以你是0了。我说那个是拼的，他说怎么可能？后来我就拿出那个视频，我就说你看这个床的背景都不一样。后来我就给他指，我说这个床，因为一个是在家里的一个床，另外一个是在酒店里的一个床，它只不过就是没有脸，所以就是他觉得就是衔接的很好。但我说首先这个背景不一样，第2点呢身材也不一样。我说我脱了衣服没有那个0那么胖，对，所以就是后来我就澄清了一下。后来我觉得澄清也没什么用，他们觉得是真的就是真的。对，我看那个视频我也愣了一下神儿，后来我就找出那个问题所在了。对，我其实我说实在的，没有特别在意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对象不在意就好了，就是他别误会了啊。我无所谓的。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会，我在两个人的那个癖好里边，我会有一个癖好，就是爱拍摄，就是我爱拍，就是我很喜欢，就是就是跟喜欢的人会拍一点视频，但我一般都是拍别人，不拍自己嘛，也没拍过自己啊，因为我身材很烂，我一般都爱拍别人，对，就觉得，因为你知道两个人就不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很想看一看，对，我很想看一看，我觉得也没什么吧，对，我有推，但是我看别人，我没发过，我身材很烂的，不会是摄像头吧？摄像头没有那么大，摄像头多久更一次？每周日。每周日啊。想看你的 ID， 我的 ID S5329517，S5329517，你可以搜一下。我觉得你可以看到我的点赞嘛，看到我的点赞你就知道我喜欢什么类型了。就其实我喜欢的类型，你们其实通过我的点赞，你们应该能看出来。S5329517，你们可以去关注。S5329517，S 小 S5329517。我觉得我点赞的都挺好看的，对，对，是的。我点赞的都是那种，比较投入的，就比较投入的，而且我觉得，就那方面的事儿，它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害羞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在进行那方面的事儿的时候，没必要害羞，对，所以我特别喜欢，就在那个过程当中笑的人，就是他开心的笑了，就这种，我很喜欢这种状态的，是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愉悦的一个事，没头像，对，没头像，就因为我不发我干嘛？我就是看，我就是资深看客，我在那个上面，就是我现在已经就没什么新的关注了，就是觉得没有什么我特别喜欢的博主了，基本都看过了，而且那里的猪特别多，我也，这帮猪喜欢露脸，我就是一方面喜欢他们的表情，但是身材我实在是不敢恭维，但那些所谓的肌肉的，他们都没有脸，所以就是很纠结。我喜欢肌肉的类型。我最近喜欢看谁？最近喜欢看一个日本的，在点赞里边对，那个很好看，我觉得那个很好看，就那个人长得多好看啊，而且他就是那种就是笑，
他是笑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会觉得，好看，然后可爱，对，我挺喜欢他，但他是个一，哎，有点重口啊。这个咱们做不到，但是看个新鲜，看个热闹。行了，我不播了，我等会儿打会儿游戏，我睡觉了。不知道吃啥，不想吃，不想吃，是真不知道吃啥呀。我感觉早上刚吃完就又要吃，拜拜，挂了，拜拜，不喜欢吃这个，拜拜吧。